好，大家。感觉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温暖，刚踏入2月份，就觉得植物们都开始迫不及待地苏醒过来。那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的花园在2月份的情况吧。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是一片耐阴的玫瑰或者是月季花圃。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相关的品种和修剪信息。今年的冬季比较温暖，这片区域的月季都已经开始发芽了。冬天里的最大期待应该是各种蓬勃而出的球根类植物。这些是去年12月我新种的郁金香、洋水仙、小苍兰，它们已经都开始发芽了。妈妈睇下个花。球根类植物非常的坚韧，也很好养活。例如是这盆洋水仙，是21年的年底种下的。去年花期过后，一直被我放在盆里，夏季休眠以后，我就彻底的把它忘记了。那现在也已经开始复花。又例如是这一盆去年在 Trader Joe's 买的重瓣洋水仙，现在也已经发芽了。但这个我不确定今年能否复花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今年我陆续入手了一些洋水仙的品种，但由于雨季的关系，一直没有机会种植。之前趁着天气好，我也连忙把它种在了这一棵柿子树的树下。由于种的比较晚，我也不确定今年开花的情况，就当是一个对比实验，看看种植的时间对花期的影响。除了洋水仙，风信子也是复花性极好的，而且耐阴性也很不错。这些风信子在这一个西北朝向的花坛已经超过10年了，每年什么都不用管，也能年复一年的开花。除了洋水仙、风信子，银莲花也是回报很高的球根植物，能从初春一直开到夏天。期间只要定期的使用水溶肥，就能不断的连续的开花，是极好的切花品种。而且银莲花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。你看我在这个堆肥箱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一颗银莲花，它已经开花了呢。茶花也是冬季开花的植物，单瓣的茶花开得比较早，能开2季。我的另外一颗茶花是这一颗重瓣的粉色的茶花，它的品种名是 Debutante Camellia。它的花瓣不是规整的排列，而是非常紧实的簇拥在一起。也有花友非常形象的称它为祈祷球。茶花其实很省心，几乎就没有病虫害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小苗期间最好是注意遮阴，特别是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，因为猛烈的阳光会导致叶片发黄。但是一旦根系建立好了，它的抗晒能力也会慢慢的提高。我的这棵茶花是19年种下的，朝向是西北向。它的前方有一棵很高大的乔木作为遮阴，夏天大约有2小时的直射光。在最初的2年，其实还是会发现挺多黄叶的，甚至是焦边。但去年开始好多了，现在已经是它的第3年，开花性也逐渐开始上来。算是有一定程度的群开吧。这个品种的茶花开过以后，会一整朵的掉落，它清扫起来会比一些单瓣的品种要轻松不少。茶花由于病虫害少，它掉落的花瓣其实是绝佳的堆肥材料。冬季也是各种菊科植物大放异彩的时候，这里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玛格丽特菊。如果说我去年入手的那么多种花草草中，哪一种开花最勤快，那一定是玛格丽特。在温暖的地区，譬如我们这里北加州，玛格丽特能做到全年开花，它花期长。例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次开花已经持续了1个月。关于玛格丽特的养护有一个要点，那就是光照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如果想花开不断，那么就要保持至少4个小时以上的太阳直射光。
我还有另外一棵是朝向西面，它的日照是从中午开始到太阳下山，开花性也很好。但是如果日照少于4个小时，花量会明显的减少。例如这棵在半阴的区域，冬季基本没有直射光，只有零星的开花。但之前的一篇关于背阴花园的分享里面，我也有提到过，其实我个人不是很介意它开花与否，因为玛格丽特的叶片是那种羽毛状的叶片，颜色也有点蓝调，株形非常的圆润茂密，在花境当中是非常的适合。可能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它不耐低温，在寒冷地区的朋友可能需要搬回室内越冬。那有什么开花的植物适合冷区的朋友呢？当然是有的，那就是铁筷子。铁筷子是为数不多的非常耐寒的冬季开花植物，在寒冷的北方也能顶着风雪傲然开放。这一棵是去年从 Home Depot 买的宜家伦小苗，同样的品种我买了2棵，一棵我放在了阳台上，朝向西北，在夏天大约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，总体环境还是比较明亮的。我的另外一棵铁筷子放置了几乎在全阴的环境，它的上方有非常茂密的大树，光照条件比较差。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的话，能够明显的看到，放在明亮散射光的铁筷子比在树下的长得要茂盛，花量也更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即使是这样，在树下的铁筷子花量也不错，可见铁筷子也非常的适合背阴的花园。除了光照，种植的介质也是非常影响铁筷子的表现。这2棵铁筷子我都没有换盆，因此在过去1整年的时间里，它们都是生长在原来的黑色的塑料盆里。这一棵是去年我从 Costco 入手的紫红色的铁筷子，买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2加仑的大小了，算是一棵大苗。当时在花期过后，我就直接种在地下。但是这1年来，它并没有长得很好。你看，它虽然也开花了，但是灌幅并没有增加，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底下的粘土导致透水透气性不好所导致的。因此，盆栽铁筷子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呢，我还会给这个铁筷子换一个盆。那这一盆是我今年新入的一个品种，它是这样的，一个复瓣的铁筷子，我会觉得非常的漂亮。铁筷子的种植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陶盆，因为我觉得陶盆跟它搭在一起，的气质非常的契合。放进去以后，我觉得高度也其实挺合适的。今天用到的土是特地挑选的一个仙人掌科或多肉植物的配土，里面含有一些沙子，也有比较多的大的颗粒。那首先在底部填入一些泥土。陶盆这种粗犷的气质跟铁筷子那种纤细的灵动的气质形成一个反差，我觉得很搭，它们俩放在一起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已经有新的芽点正在长出来了，所以它是时候要换一个更大的家，有助于它之后的生长。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，你可以看到这根系已经长得非常的强壮，把它放在这里，放在中间。冬天的小花园有点像小朋友的寻宝游戏，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，或许会给你带来惊喜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或订阅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心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